俄罗斯2名游客无视警告在菲律宾潜水，惨遭鲨鱼活生生撕咬吞食，路人目击残忍画面吓哭，救援人员现场束手无策。据环球网报道，2025年2月25日，57岁的爱德华·佩里古丁带着2个儿子，年仅18岁的蒂米菲和29岁的伊利亚，以及一位多年挚友39岁的马克西姆·梅利科夫，一同开启了为期2周的菲律宾潜水之旅。维德岛是他们行程的第一站，之后还计划在群岛之间辗转，探索不同的海域。爱德华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资深潜水员。事实上，他与马克西姆的相识正是源自潜水，他们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，结下深厚友谊。而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，2个儿子也早早对潜水产生了强烈兴趣，并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。可惜的是，在他们的祖国俄罗斯，潜水条件近乎苛刻，大部分水域要么冰冷刺骨，要么全年冰封，几乎没有像样的潜点。于是这家人每年都会长途跋涉，去往欧洲的海岸线寻找温暖而适宜的海水。但这次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热带菲律宾，一个拥有世界级潜点的国度。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，更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海底冒险，这2周必须物尽其用。这是爱德华在启程前对家人和朋友说过最多的一句话。为了不虚此行，他们计划尽可能多地探索丰富的海洋生态，从五彩斑斓的珊瑚到成群结队的热带鱼，再到更惊心动魄的深海挑战。而这趟旅程的高潮则是以一场洞穴潜水作为收尾。最小的蒂米菲自15岁便开始学习潜水，已经算得上年轻高手。但洞穴潜水对他来说仍然是首次尝试，这种未知带来的激动与紧张让他几乎整晚难以入眠。要说他兴奋，那都是轻描淡写，他在心里早已倒数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尽管他们几乎在各种水域条件下都有丰富的经验，但爱德华依旧坚持选择在专业潜水长的全程监护下完成这趟旅程。他深知，哪怕是最小的疏忽，也可能在海底变成致命的危险，尤其是考虑到蒂米菲在热带水域和洞穴潜水方面的经验尚浅。幸好头2天一切顺利，维德岛的海域仿佛专为欢迎他们而敞开。这里有太多生机勃勃的开放水域潜点，任何一个都不容错过。他们的计划也显得循序渐进，先用几次相对简单的开阔水域潜水来热身，逐渐找回状态，再为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潜点做好准备。27日清晨，阳光洒满海面，空气温暖而潮润，仿佛这是最适合潜水的一天。第一潜果然一切顺利，潜水长全程将蒂米菲留在身边，而让另外3位经验更丰富的潜水者拥有更多自由去探索。水下世界宛如一幅活生生的画卷，色彩斑斓的鱼群在光影间穿梭，珊瑚与海绵层层叠叠，艳丽的几乎刺痛双眼。几条小型鲨鱼从不远处掠过，带着一种冷峻却无害的威严。而那只好奇的章鱼更是成了焦点，它灵巧的触腕调皮地缠绕在马克西姆的手臂上，仿佛在与这位陌生的访客嬉戏。当他们浮上海面，兴奋与满足溢于言表。潜水长特意把蒂米菲拉到一边，耐心讲解一些更细致的要点，分享宝贵的安全技巧与潜水经验。他甚至已经从这个年轻人的眼神里看出了一种潜在的天赋。这种交流令他颇为欣慰，仿佛在见证下一位优秀潜水员的成长。然而就在2人交谈之际，平静的海面忽然泛起了异样。原本平静的水面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小风吹皱，波光粼粼间透出不安的颤动。潜水长眉头微蹙，立即重新核对了天气预报，结果依旧显示未来应是晴朗无风的好天气。但他心中却升起一丝挥之不去的疑虑，其实当时的天气并不算恶劣，只是出乎季节的意料。可在经验丰富的潜水者眼里，这一抹反常的波动足以让人心头蒙上一层阴影，因为大海从不轻易示警，一旦它真正发怒，人类往往无处可逃。潜水长耸了耸肩，将这一切归结为风向的临时变化，并未过多声张。他还是让队员们再次整装，准备迎接当天计划中的第2次潜水。按照爱德华的再三叮嘱，他继续寸步不离地照看着蒂米菲。然而他们刚一入水，潜水长心底就骤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水面下的能见度依旧极好，阳光透过海水像碎金般洒落，但暗涌却远比表层更为猛烈，水流犹如一只无形的巨兽，躁动不安。那股力量并不稳定，而是时而平缓，时而突兀加剧，像是在蓄势待发。爱德华、伊利亚和马克西姆凭借丰富经验，暂时还能应付，蒂米菲也紧紧依附在潜水长身边，不敢离开半步。于是队伍依旧向前推进。
可短短10分钟的搏斗，就让他们每个人都筋疲力尽，呼吸声在调节器中沉重而急促。潜水长很快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，他立刻用手势示意，在前10分钟就准备结束，必须提前上浮。毕竟他们为了对抗洋流已经消耗了太多体力，如果继续下去，随时可能被拖入险境。与其冒险，不如果断结束，哪怕要为游客补偿损失的时间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决定还是迟了一步。大海从不等待人类的许可才展现它真正的威力，就在他们调转方向，准备反程上浮时，灾难突然而至，队伍的队形依旧，伊利亚和马克西姆在最前方，爱德华随后，而蒂米菲与潜水长殿后。忽然，一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凶悍的暗流，像一只无形的巨拳，猛然从深处扑来。瞬间，伊利亚和马克西姆的身体被水流扭曲得如同弓形，剧烈的力量仿佛要将他们生生折断。汹涌的水流硬是将肺中的气体逼出，他们的面罩中顿时爆出无数气泡，疯狂翻涌上升。若不是身处水下，所有人都能听见那仿佛被掠夺呼吸的嘶鸣。潜水长的心脏在胸腔里重重一沉，他意识到这才是噩梦真正的开始。如果不在水下，所有人都会听到他们胸腔里被硬生生压出的那声呼啸。潜水长几乎没经过思考，纯粹依靠本能做出决定。他猛地伸手，一把攥住蒂米菲潜水服的后背，另一只手死死抓住爱德华的脚踝，像铁钳一样将3人捆绑成一体。他们的身体被挤成一团，彼此间几乎没有缝隙，正是这一本能的妙招救了他们。3人合在一起的重量超过200磅，在洋流的狂暴推搡下，依旧像一枚沉重的铁锚，虽然被冲进更深的水域数米，却没有被彻底抛出礁区。他们紧紧贴合，借助体重与惯性，终于避免被卷入郊外那片无边无际的深渊。然而，马克西姆和伊利亚就没有这么幸运，他们被瞬间卷走，犹如一对失去控制的破布娃娃，被反复抛甩、翻滚、撞击。水流无情的撕扯，他们的面罩被瞬间扯落，呼吸调节器也被拉飞，连氧气瓶都像玩具般被洋流夺走。在那片混沌的海水中，他们赤裸脆弱，如同溺毙前的木偶，挣扎的动作很快被潮汐吞没。潜水长竭尽全力，终于拖着爱德华和蒂米菲浮上海面。3人浮出水面时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呼吸粗重，心脏仍旧狂跳不止。他们虽然惊魂未定，却奇迹般保住了性命。但当他们抬眼四顾时，心底的寒意比冰水更冷。2名潜水员彻底失踪，连一件装备都没有浮上来。没有人敢浪费时间盲目搜寻，潜水长立刻用无线电上报失踪情况。短短几分钟内，整片郊区便被搜救船只与志愿者布满，马达声轰鸣，海面被切割成一道道白色浪痕。然而，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并不是搜救者，而是一艘2英里外的渔船。渔民在水面上发现了伊利亚，他的身体仿佛一具破碎的木偶般漂浮着，被浪轻轻翻转。渔民将他拖上甲板，拼命施救。他们用最简陋的心肺复苏，居然奇迹般让伊利亚重新恢复了呼吸。然而，他的眼睛始终紧闭，没有一点意识。2小时后，伊利亚在医院被宣告死亡，大脑因严重缺氧早已造成不可逆的损伤，再也无法挽回。至于马克西姆，他甚至没能浮上海面。调节器被扯掉的瞬间，汹涌的海水就疯狂涌入他的肺和胃，撕裂他的气道。他溺亡的相对迅速，却也极其痛苦。随着体内灌满海水，他的身体变得沉重无比，被洋流拖拽着一步步坠入更深的黑暗。最终，他的尸体直直坠落在一片岩石丛生的海底，那恰好是几种鲨鱼的栖息地。数小时之内，长尾鲨与灰礁鲨便循着血与腐肉的气息围拢而来。他们谨慎地盘旋，先是用轻微的触碰与小心的啃咬来试探这个陌生的猎物。在寂静而冰冷的海底，马克西姆成了最残酷的馈赠。但很快，这场原本循序渐进的进食被打断了，一对体型更为庞大、性格暴戾的虎鲨从暗流深处骤然闯入，它们像2架钢铁战舰般逼近，瞬间把长尾鲨和灰礁鲨驱散开来。庞大的阴影笼罩尸体，海底的秩序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写。虎鲨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发动了野蛮的撕咬。锋利的齿裂在短短几秒内便将马克西姆的双臂彻底扯下，骨骼与血肉在水中爆裂般散开，瞬间染红了整片海域。被夺走的4肢消失在虎鲨的巨口中，连一丝残骸都没有留下。而那些较小的鲨鱼并未完全退却，它们被血腥味驱动，哪怕冒着被虎鲨咬碎的风险，依旧不断回冲。它们从尸体残余处硬生生撕开潜水服的布料，
几近间隙，争相吞食腹部最柔软的内脏组织。一次次的撕咬与拉扯，使得尸体被撕裂得更加惨不忍睹。至于那双断臂，根本无从寻找，它们早已进入几条虎鲨的腹中。究竟是哪几条吞下了这2块大餐，已无人得知。灰色的身影在尸体周围疯狂翻滚，速度快得令人目眩，数量多到根本无法统计。水面之下，宛如一场血色漩涡，将马克西姆最后的痕迹彻底吞没。即便只是将马克西姆残缺的遗体从数十条掠食者的环伺中抢救出来，也已经困难重重。每一条鲨鱼都随时准备为食物拼命厮杀，能够让马克西姆与伊利亚的遗体最终被送回祖国安葬，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毕竟他们是被暗流卷到如此遥远的海域，而若不是那位潜水长当机立断，蒂米菲和爱德华也必将步上同样的命运，如他们的朋友、兄弟与儿子一般，被困在那致命的乱流中，直坠向无尽的深渊，迎来最终的水下劫难。